喂，电话公司吗？哦，我想查一个旧电话，电话是1237189，我想请问，这个电话号码改成什么电话号码了？登记人呢是叫高奇俊。是，你等等啊，全叔，你知不知道高奇俊住在哪里？我不认识他，怎么知道他住在哪儿？喂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查不到他的地址，所以，是，我待会儿再打来，谢谢。喂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查我爹地的仇家。仇家？高峰亲口跟我说，他说他是来找王家报仇的。啊？全叔，你想想，爹地有没有得罪过姓高的人呢？你爹地这么好，怎么会得罪人呢？你再想想，爹地怎么会没得罪过人呢？那你算不算呢？是你自己不了解你爹地，替他做过事的人全都心服口服。你当然帮着他了。我是有什么说什么。我跟你爹地这么多年，他所做的事都是很讲道理的。那在皇庭之前呢？以前呢？我记得那些老伙计说过，你爹地开皇庭公寓的时候，好像也跟那些江湖人物有来往，还弄得很麻烦。全叔，那些老伙计现在去哪儿了？我记得当时有5个皇庭公寓的老伙计跟你爹地来酒店，有2个已经不在了，2个移民了，只剩下3姑。三姑啊，我有件事想问问您。哦，您还记不记得30年前的事？也就是皇庭公寓那个年代。哦，记得，我那个时候还给老板做工。那我爹地是不是跟江湖人物在一起？有没有说过得罪什么人啊？哎呀，你也知道，做生意当然会跟那些人扯上点关系啦。那有没有说跟谁的瓜葛最多？我记得老板提过，在没开皇庭公寓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叫山哥的住客帮过他，还给了他5万块，叫他自己开公寓。那结果就开了皇庭公寓喽。三姑，那个山哥他为什么给我爹地那么多钱？这方面我就不很清楚了。也许呢，他看老板对住客好吧。我只知道，那个山哥的背景啊不简单呐。那跟着呢？跟着又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听老板说呢，他说山哥是他的恩人呐。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山哥姓什么？是不是姓高啊？是啊，好像叫高山。想不到30年前的皇庭公寓，现在已经变成桑拿浴。喂，我们到处去问问街坊吧。是啊，去问问。姐姐，不用这样，这个不知道，再问问别人吧。你放心好了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他说的也对，已经30年前的事，那还有人记得？想知道高山的事啊，为什么不问我呢？老伯，原来以前你在皇庭公寓楼下做管理员呐？你真认识高山？认识，我还记得高山呢，在71年的时候，在皇庭公寓住过一段时间。那高山是个什么人呢？听公寓的伙计说，他是一个老千，也就是摆天仙局到处骗人钱的那种。咦，他跟公寓老板王玉婷有什么关系呢？王玉婷没做老板之前呢，是在另外一间公寓里做工，他常常被老板欺负。那么巧呢，高山也住在这间公寓里，他看不过去呢，就给王玉婷本钱开了另一间公寓了。哦，这么豪气！以前那些江湖儿女啊，个个都是讲豪气、讲义气的，反正钱也是骗来的嘛。咦，那真是个大恩人呐！跟着怎么样？正是上的山多，终遇虎。高山骗谁不好啊？骗了一个江湖老大。你也知道啊，钱财事小，面子事大呀。那个老大就带着一帮小混混上公寓去找他算账。我记得那天正好有台风袭港，公寓的伙计全都没上班，只有王玉婷一个人在公寓里。咦，那么高山有没有被人砍死啊？那倒没有，他那么走运，事前就收到消息，带着他那个2、3岁的儿子走了。
哦，他们到了公寓就只有王玉婷一个人在，是不是？那可不是，他抓住王玉婷啊，逼他说出高山的下落，还把王玉婷打得头破血流啊。那个老大还说，他要是不说呢，他就放一把火把公寓里的人全部都给烧死。哦，他最后有没有说出来？那样的情形，有什么办法不说啊？王玉婷也就这样出卖了高山呐。那最后那帮人有没有找到高山？听说没找到，让他们父子俩跑了，还偷渡到美国去了。对了，老伯，你说高山有一个儿子，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喂，三少爷，太太呢？我妈去大屿山住2天，什么事啊，欢姐？那个高峰来了，他说不知道给大少爷和二少爷什么机会报仇，现在他们几个跑到书房里去谈了，会不会闹出人命啊？我跟你们玩10把牌，每人抽一张，看谁大。如果你可以赢我1把的话，我就把黄庭股份全都给你。还有马上消失。没问题。那我们10把都输了呢？要你们的命！干什么？给你们机会报仇也没大量。谁说没胆量？来，别给他放了！来，开牌叫。你还有9次机会。再来。最后1把我先付。不可能的！我就跟他疯了！李守坚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愿赌服输。高峰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喂，不是愿赌服输吗？假枪。高峰，你要不要玩的这么绝啊？我知道，你做这么多事也是想帮你老爸高山报仇吗？是，当然我爹地说出你们父子俩的下落，但他是迫不得已，他已经被人打破了头。如果他不说，那帮人就会放火烧死皇庭公寓里所有的人。我爹地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什么仁至义尽啊？要不然我老爸给他钱，他怎么开公寓啊？更别说今天的黄庭，当年是我老爸对他有恩，是他出卖恩人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如果爹地不说出来，会害死很多人呢？那怎么样？要讲义气，就要牺牲其他人了。你们最后也逃脱了，最后也没事啊。逃脱了？你知不知道我跟我老爸在美国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是王玉婷把我们赶上绝路的。我老爸现在死无全尸，也是因为王玉婷。我们老爸已经死了，所有的事已经完了。没有，还有我跟你。我告诉你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自从那天高峰来找过他们以后，启杰就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里没出来。我这个当妈的真是失败，连自己的儿子想什么都不知道。伯母，我明白启杰现在的心情，如果换了是我，可能我更接受不了。他现在才知道，他老爸原来一直都没有放弃他，还时时刻刻找人保护他，坐牢也这样，在外国也是这样。其实，在牢里保护启杰的那个人就是我大哥。启杰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他爹地真的很疼他，可能就是知道的太突然了，他根本就接受不了。他真是知道的太晚了。他已经没有机会跟他爹地说一声对不起或是谢谢，他们父子俩真是无缘，要到阴阳相隔才有谅解的机会。我想启杰现在一定很后悔很难过。放心吧，伯母，我知道启杰他一定会很快想通的。虽然他也追不回跟他老爸那些时间，但是我知道他一定很珍惜他身边有一个这么好的妈咪。我知道他最关心的就是你。
开心啊，真谢谢你。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就叫缘分呢？每次启杰有事的时候啊，你一定在他身边。幸好是这样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希望王母子没吓着你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这么容易被吓着呢？看你们两个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那这样吧，你陪我回去劝劝启杰，可能你劝劝他会好一点呢。好啊，太太。哦，欢姐，我们家的工人，我叫他来喝茶，来坐坐。太太，家里出了事了，你还不知道呢。出什么事了？大少爷和二少爷一早起床去洗手间，看见有血债血偿4个字，他们说一定是高峰做的，他们俩吓得不得了啊！这个小人呢，居然会这么卑鄙啊！他老爸以前是江湖人物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次他只是写大字，我怕下次会更狠了。那报不报警啊，太太？报警也没用啊，那家伙这么阴险，一定不会留下线索的。